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小的时候有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吗？你知道大富翁玩的是什么吗？大家待会可以留言告诉我。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毫不夸张的讲，这些年我才发现，我对房地产投资的领悟，其实不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大富翁的原理是一样的吗？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看重买房子这件事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买房子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支出，所以他们会很担心买了以后房价大跌怎么办，担心如果失业而还不上贷款怎么办，担心被中介欺骗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。而今天我将会毫无保留的把我投资房地产的道与术都分享给大家，这些都是我多年的亲身经历和领悟总结出来的，绝对是独家秘籍，我今天都传给你了。那影片的开始，我会先分享我的投资策略，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心法部分，之后我就会分享我自己选房子、选地段看中的一些条件，而最后我会分享如何最快的弄懂你所在地区的房地产趋势，还有如何累积财富、解决资金的问题。相信我，千万别错过影片最后的内容，因为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。而大道至简，大家如果把我这些道理融会贯通以后，就可以套进去你所在的地区，你从此将会走向人生的巅峰。但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首先，大家必须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心法弄懂，才去理解我后面关于术的部分。我们投资房地产的初心，不能是为了看涨这家房子的房价，我们才去买它，而是要看这家房子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的现金流。楼价上涨只是一个顺带效应罢了。我不是为了房子升值以后把它卖出去，是因为持有现金是没有意思的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全世界都在大量印钱的环境下，我们的这些现金是会贬值的。我一直提及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概念，能把钱放进去我们口袋的就是资产，而把钱从我们口袋拿走的就是负债。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道理，你就会知道，如果一家房子你是借贷买回来的，之后拿来自住的话，就是负债，而且机会成本还很高，因为你每个月不但要从钱包里面拿钱出来还给银行，而且你是放弃了把房子租出去的租金收入。所以我自己从买房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没有想过把它卖出去，我是以投资的初心去看这家房子，去看它能为我带来多少的租金收入。大家有没有听懂啊？其实投资房地产的关键，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大富翁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持有现金的都是输家，我们玩的就是霸占地盘。在游戏的地图里面，谁的地盘最多，谁就是大富翁。因为每一个人经过我们的地盘都必须给我们缴过路费，这就是被动收入的意思，能为我们带来现金流。大富翁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实的生活整体来说都是在玩零和游戏的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我赚钱了，就是你亏钱了，因为我赚来的钱都是你给我的。在大富翁的游戏里面，虽然我现在是把钱花出去买房地产了，你看起来持有的现金好像比我多，比我富裕没错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你持有的现金都会变成我的现金了，而我再把这些现金去买更多的房地产，去霸占更多的地盘，而你就只能一直给我缴钱，每个月拿到薪金以后都把钱交给我了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就把这比喻成老鼠在老鼠圈里面赛跑，不停的循环，不停的给我们拥有房地产的人缴钱。那有的人就会问，升值以后我们也不卖吗？答案是可以卖的，但我们卖了以后是为了去买更大或者更多的房子，去收取更多的租金收入。另外，如果我5年前买回来100万的房子，就算你现在给我1个亿去买我的房子，我也不一定卖给你。
因为我们还要考虑这所房子的租金回报率，就是1年租金的收入除以你开价的1个亿，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回报率。如果有10%以上的话，我肯定不卖，因为我不卖，它每年都能为我带来1000万的收入，我为什么要卖啊？你们听懂了吗？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如果不是急需要买一套房子来居住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把房子租出去吧。大家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起更多的资产，而不是负债，而知识就是我们最值钱的资产。如果大家不想跟财富自由擦肩而过，我建议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那么现在你已经对投资房地产有了概念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如何选择房子和地段的问题了。记着，地段决定价值，时机决定价格，也就是说，一家房子的天花板有多高，全是由一开始我们选择地段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。而如果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介入去买一间房子，我们就有可能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购买了。关于这方面，影片的后面会补充。现在我们先搞清楚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一家房子的价值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记下来。第一，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房租的年回报率。我们买房子之前可以大概的参考附近房子的租金，然后去算一下这套房子如果租出去以后能获得多少的年回报率。如果有超过10%的年回报率，我自己想都不用想就会马上买进，因为这房子的价值肯定被看低了。我投100万美金，1年以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10万美金，其实不夸张。一线地区的一些老房子，我们通过装修翻新帮它整形以后再租出去，租金的年回报率也是能够达到10%的，但前提必须要是一线的繁华的中心的地区。另外我们还需要去参考同一个地区的房租增长率，我们可以参考附近房子过往的数据来判断这地段房租增长的趋势。你至少要知道这一带的房子房租是在增长了还是在下跌呢？如果在下跌，你就要去找原因，是因为大环境比如是疫情的影响了，还是因为该地段发生了什么事，比如人口是在流失吗？或是交通非常不方便吗？这些都是我们把钱投进去之前都要考量好的。大家看似都懂，但都不会做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买就亏钱的原因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同理，投资办公室、商铺等等的其他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概念。第二，我们要去判断该地段的发展趋势，你要先明白，我们常常听上一代的人说地段好，那到底什么地段才叫好呢？记着，政府愿意投入资源的地方就是地段好，因为能吸引到人流涌入，人才是决定房地产价值的核心关键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一些新发展的城市投资房子，我也是一样，就跟买股票一样，我喜欢买科技股而不是银行股，因为我还年轻，我能承受高一点的风险。那有什么因素决定我们要投资的地段呢？想象力，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段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冲劲。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，我们男性朋友们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女生在你面前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背影能让你想向前去看一下她的长相呢？可能是因为她打扮得很漂亮，可能是因为身材很苗条等等，这些因素从经验告诉我们她会是个美女，所以我们才对她的外貌有想象力。这只是个比喻，绝对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。但投资新地区的房子也是一样的，能为我们带来想象力的因素就是政府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发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配套够不够，就是我们预期这个地方将来的资源多不多，人才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。这就涉及到交通，要不要修个铁路啊？教育，要不要盖个学校啊？商务，要不要建个金融中心啊？医疗，要不要起个医院啊？等等的这些因素都能决定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地段。新城市相对老城市的风险高，是因为这些因素都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，所以有一点要留意，记着千万别去赌单一的要素，不能只因为在那边建铁路就买那地段的房子。我
我们一定要全面而且综合的去考虑这些因素。那第三，就要判断买房的时机。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全球不断的运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，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印钱来刺激经济。在现金不断贬值、利率不断下降大环境下，大家都去借钱买房子，导致了房子供不应求，所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整体房价都是呈上涨的趋势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要关注这个世界的货币政策，如果未来还是一直采用量化宽松，一直在刺激经济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买房子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买入以后卖出，我们是长期持有的，赚被动收入的。但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几年买房的人，不管在什么时机去买，如果能持有个5到10年，基本上都是升值的。当然特例我们就不谈了，我们只看大部分的情况。每一年都听到有人说楼价会大跌，楼市的泡沫会爆，但每一年房价都是上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本因素不变啊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疫情这么严重，房价还不跌呢？我开玩笑的说，因为大家都在家防疫啊，这病毒死亡率不高，但生育率却反而提升了。你看，人口都增加了，房子更加供不应求，怎么会跌呢？虽然是开玩笑，但现实就是这样的。房子是硬性需求啊，尤其是对于我们大部分华人来说，房子的意义更重大。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安乐居，想在那里成家，想让小孩子在那里成长读书，因为有家我们才有归属感。那我们在什么时机买房子是最好的呢？我的大前提还是只要有高的租金年回报率，而且确认房租每年都在增长而不是在下跌，我就会买入。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最乐观的情况一定是在比如08年金融海啸以后，房价从跌势转向涨势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经济复苏已经确认上涨趋势的时候，这时候买入是风险最低的，而且我们可以用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入。那要怎么判断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去房子的销售门市，进去以后人头涌涌，都没有人要理你的，就代表着楼市处于狂热时期，这时候就尽量不要介入，因为属于卖方市场，主动权在卖方的手上，房子都被炒贵了。相反，如果你进去以后人流不多，但每个销售员都把你当大爷了，这个时候就是买方的市场。我们先算一下租金的年回报率，这个时候肯定是低一些，但如果回报率比银行的那些理财产品高的话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介入时机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这部影片大家最关心、含金量最高的部分，我们如何才能买到便宜的房子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房子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真实的价值，因为价格是受人的情绪所影响的。换句话来说，房子是可以议价的，是可以谈判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他所写的畅销书《交易的艺术》里面很强调谈判技巧的原因。不止房地产，其实所有物品都可以议价，因为价格都是你认为值多少就值多少的，所以这世界才存在低买高卖的套利赚钱方法。而我们人生中其实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涉及到谈判，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大家对谈判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有兴趣，以后再拍一部相关的影片。而有些点我们是可以很容易就把房子的价钱给压下来的，这里给初学者参考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去寻找那些急着变现、要急着把房子出售出去的人，比如赶着移民、要还债，或者家里面有急事的卖家。别觉得我们是在趁火打劫，现实的交易是没有感情的。另外，如果那房子是有问题的，比如漏水或者需要大举装修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大力的压一下价钱。我们要做到在去看房子之前就已经把可以谈判的点都列出来，先准备要怎么讲，而不是到时候才去想。
别觉得这些道理很简单，相信我，很多人就算知道了，也是不会跟着做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其实都是理论，别告诉我你听得懂，因为你们只有实践过，才能领悟里面的道理。在这里，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，我当初能从投资新手变成老手，其实最关键的也是熟能生巧罢了。如果你那地区跟我一样，看房是免费的，就多去看楼盘，反正看一下也不用钱。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，一有空没事干，就常常去找不同的中介看楼盘，装作自己是有钱人、富二代。看着看着，我就开始可以判断什么是高数值的，什么是低数值的楼盘了。而且你一定要多问几个中介，对比一下每个中介对房地产的领悟，然后把他们的知识记录下来，全部吸收为自己所用。也要不断的做笔记，让自己拥有一个楼盘的数据库。也要把自己训练成最熟悉那个地区的人，成为一个楼盘的专家，这样你的议价能力就会很强。那么有的兄弟姐妹们就会问，没有钱投资房地产的话怎么办？的确，如果你没有什么资本做抵押的话，银行也不会给你贷款。我也不建议没有什么投资经验的新手去用到杠杆，所以回归最基本，一定要先赚到第一桶金再说。而我现在唯一想到的低成本、低风险，而且适合每个人去做的暴利赚钱方法，就是跟我一样成为全职或者兼职的 YouTuber。这是我唯一给大家推荐的项目。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推荐，也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实测了大概4个月吧，最近3天我又增加了1万多个订阅，只是广告收入，每天平均也有300美金左右，都是被动收入。之前也提到过，我不依赖这些收入。老实说，我几家公司还有我投资获得的收入，跟这些是没有办法比较的。但对于很多刚起步的兄弟姐妹们来说，都应该把握每一个能赚到钱的机会。详细是怎么赚钱的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我右上角连接上的影片。但如果你怕复杂，害怕不懂怎么操作 YouTube 而却步，而且又不想浪费时间去摸索，就可以像我一样参加小船的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。我从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，跟这个课程有最直接的关系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，用最优惠的价格去报名参加吧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点进去链接，然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小船的免费网络研讨会，大家可以先听一下，熟悉小船的教育风格，再决定要不要购买也不迟。记着，成功是没有捷径的，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做起，一步步的从实践中开悟，把知识转化成智慧。所有的投资，我们都必须要先把最坏的情况给预算好了，我们才进场。我们要问自己，如果家里需要钱，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后备资金？我们是不是能够长期的持有一套房子？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功课做好了，把那一带的行情都了解清楚呢？希望大家尽快的赚到第一桶金，也希望大家有所领悟。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